声喜剧费加罗的婚礼。然后这个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的一出歌剧，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也是主要围绕着歌剧去展开。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系列的话，就都是选择一首或者一部作品去跟大家展开那个音乐时期或者这个作曲家的一些事迹和特点。那今天的这个大概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会从当时的欧洲历史讲起，就是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哪些事情，以及我们讲这个启蒙运动，他对这个莫扎特的歌剧创作，包括说对他的音乐内容本身会有哪些影响。然后我们会简单的提一提莫扎特的生平，然后同时跟大家讲一些歌剧它最开始的起源，还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像是咏叹调啊、宣叙调啊、序曲啊、间奏曲啊，这些词可能大家以前也有听过。那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费加罗的婚礼这出歌剧，然后在里面选一些比较著名的段落去做一些厘清还有讲解。好，我们就可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幅莫扎特的。我们可以对比来看，就是莫扎特和在他之前之后的作曲家，然后你会和贝多芬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他的服饰和打扮是挺不一样的，而且这两个肖像之间隔了多少年呢？可能大概也就30-40年的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当时这个欧洲人的风貌已经挺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像莫扎特或者海顿，他会戴一个假发，后面还会有一个辫子，其实，然后前面会有这些有点蕾丝花边的这些衣服的领子。但是你到了贝多芬，他就是自己的自然的头发，然后这个身上的装束也不太是说当时贵族的装束，而是当时可能中产阶级比较普遍的这个装束。好，那么我们讲到18世纪的欧洲历史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欧洲还是发生了挺多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世纪开始的话，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王权更迭导致的战争，但是很快到了18世纪中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里讲的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有卢梭，他们都是我们会把它叫做启蒙主义的思想家。那你看他们出版的这些，不管是论法的精神还是社会契约论，这个时候的欧洲其实它的重心从原来可能中世纪的神权，慢慢的过渡到了怎么说呢？好，中世纪的时候是神权，然后中世纪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会有一点王权时代的尾巴。那么在这一时期，大家开始怎么样呢？肯定又是要往王权之后的路上继续走。那么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路易16被推上断头台，那王权的时代好像也结束了。那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要，那王权没了，你要拿什么当做全社会的信仰和规则呢？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们非常强调这个法和秩序以及契约，会觉得说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法律你要非常合适的去制定，然后我们凭借这部法律可以让这个社会很有效的去运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和当时美国的独立也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就是你可以认为就是启蒙时代的成果就是体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成立等等这些。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启蒙运动时期的事情和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人生轨迹是比较重叠的。你也可以听到为什么在莫扎特和贝多芬之间，他在音乐形态上有一个巨变，其实是欧洲历史和思潮的一个巨变。同时，我们看1714年之后的这个欧洲版图的话，基本上一些大的国家的边界已经
确立下来了，像法国或者西班牙或者英国以及波兰和立陶宛。但是你会发现还有2个地方处在一个分裂之中，就是说德国当时叫神圣罗马帝国，还有意大利。那莫扎特他其实是哪里人呢？我们今天会很自然的说他是奥地利人，对吧？有某种程度你说他是怎么说？你说他是德国人也不算错。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答案都不是完全的严谨。他当时应该是叫神圣罗马帝国萨尔茨堡公国的人，然后这个国家在哪呢？你会看到它是在这里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地带。然后最后他其实是去到了维也纳。那在当时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把它叫做德意志的文化圈，或者德意志的文化影响的这个范围的一个地方。当然它今天就是属于奥地利了，在奥地利和瑞士之间的一个山城。大家如果去欧洲旅游的话，你去到那里你会发现那里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山城，然后很多纪念莫扎特的故居啊和景象。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出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很大程度上你也可以看到那种启蒙主义的色彩。就是这个剧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和之前的剧不太一样。就是里面贵族他是处在一个好像有点愚蠢，然后有点滑稽，然后好像被那个他的仆人所玩弄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就跟启蒙运动时期就很像。启蒙运动时期你会发现当时的社会像卢梭啊、伏尔泰这些人，特别是卢梭，他其实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比如说贵族啊，或者他其实出身是比较普通的。然后这个时候的欧洲他开始就是谁的声量比较大呢？就是我们今天会提到一个词叫做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这个词在当时和我们今天的语境下说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中产阶级可能是你比如说有房有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能就是算一个中产阶级。但是当时社会说的中产阶级其实是指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出现了一层新的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这样一批人。那把这样子的人叫做中产阶级。然后我们看一下莫扎特的生平的话，你会发现他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英年早逝了，他只活了35岁就去世了。然后在1756年到1763年这7、8年的时间，其实是属于他的童年期间。当时主要是谁在教莫扎特呢？其实是莫扎特的父亲。然后今天其实有一部分音乐学者认为，莫扎特的成功，一方面当然是他有这样子的天才，另一方面其实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教育家。他父亲会当时很认真的给莫扎特编写一些教材，然后记录莫扎特随手即兴弹的一些乐曲。然后他最开始在5岁的时候其实写了一首曲子，就通过他父亲的那个记载保留下来。然后我们会说那个是莫扎特最早的乐曲。同时在1962到1773年呢，他其实就开始他的早年游历了。其实你会发现莫扎特还是去了挺多地方的。比如说这个是莫扎特去过的地方，当然你会发现以维也纳为中心嘛，然后这一块是萨尔茨堡，就是我们刚刚标识的。然后他以维也纳为中转站，他去到很多像是北部的这个意大利，甚至他见到了当时的教皇。然后他又去到了往最北去到了英国的伦敦，比如说他在伦敦还见到了谁呢？他见到了巴赫的一个小儿子，叫做 J.C. 巴赫。然后巴赫的那个小儿子是巴赫家族里唯一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歌剧的作曲家。然后莫扎特当时在伦敦呢，他会坐在 J.C. 巴赫的膝盖上面弹当时的键盘乐器。可能是那个 clavichord， 就是怎么说呢，叫做小键琴或者叫做驿琴吧。那你会发现他去了这么多地方，最后他得到一份什么工作呢？他其实还是回到了萨尔茨堡
给当地的主教当一个宫廷乐师，就有点像他全世界去了很多地方，但是他父亲还是希望他回老家工作，然后他就很不喜欢那一份工作，所以他最后去到哪里呢？他去到了维也纳，变成了一个自由作曲家，或者某种程度上他是有点流浪作曲家的风格。那他在当时呢，其实你去看当时的资料，你会发现莫扎特他赚钱很多，但是他花钱也如流水一般。他当时会在维也纳旁边住那些很贵的公寓。那么在他当时呢，你要在维也纳立足的话，那你就要写很多音乐嘛，靠音乐去赚钱。那你会发现什么样的题材比较赚钱呢？其实就是歌剧。因为你一个歌剧的话，包括我们今天假如说各位你去听歌剧的话，它的票价平均来讲都会高一点，因为它会有各种舞台啊、布景啊，包括动用到很多演员啊，以及你去听那个歌剧的剧院，它的剧院相对来讲也会大一点，就是都是那种可能700-800人或者以上的大剧院。同时，他不仅见到了教皇，他包括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还有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女王，他都见到了。然后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女王，她大概拥有多大的领土呢？你某种程度可以说，这一大片领土，全部是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加上西班牙，就是大概是今天的西班牙、荷兰、德国、奥地利，还有瑞士的一部分和意大利北部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莫扎特写的这些歌剧。好，莫扎特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歌剧创作年代相当的早，比如说在1767年他就开始写歌剧了。然后这个时候的歌剧叫做什么？叫做第一届的义务。第一届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10届里面的第一届。然后是什么？就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其他的神，对吧？就是那种基督教，它作为一神教，它有那种排他性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的歌剧，你说11岁能写得很好吗？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会把莫扎特差不多在他20岁之前的作品都叫做他早期的作品，他可能20岁之后的作品，我们才会把它叫做成熟期的作品。然后你去看他早期的作品呢，会稍微的有一点，怎么说呢，程式化或者范式化。然后20多岁以后，他开始他的作品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乐思。那么他著名的这个歌剧有哪些呢？比如说《后宫诱逃》，或者《费加罗的婚礼》，以及《唐乔万尼》，还有《女人皆如此》，以及最后他去世那一年的《魔笛》，都是他比较有名的作品。然后他去世之前的最后一个作品叫做狄托的仁慈。那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当时的这些歌剧呢？其实有几个方面。你一方面可以看他的那个人物刻画，因为歌剧它的音乐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也是一个剧，也是有一个剧本的。所以一个剧怎么好看呢？我觉得就是你其实很多时候记住的，除了是它的情节以外，你会记住里面就是形态各异的人。然后它人物刻画要比较好，然后在歌剧的语境下，其实人物刻画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的音乐会辅助那个人物的刻画，比如说他唱什么风格的音乐，以及你用怎么样子的管弦乐队的音乐去给他做一些衬托，包括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里面女性的角色也是有变化的。到了魔笛之后，比如说那个夜后，就是那个女主角她的母亲等等，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女性角色的变化。还有就是什么呢？也有些人会好奇，就是莫扎特写这些歌剧，他的剧本是自己写的吗？其实不是，就是他的剧本是有专门的那个剧作家，包括歌词可能也是剧作家写的，但是可能作曲家作曲的时候会互相沟通，说这个歌词要怎么写。那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歌剧的话，它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反映当时的这个时代精神。好，我们先听一首这个歌剧的序曲，然后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些歌剧的事情。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听这个费加罗的婚礼，它最开头的部分。然后你会发现，它最开始的镜头是给到谁呢？是给到下面的乐池里面的管弦乐团和指挥。就是说，各位大家，你如果去听歌剧的话，它都是现场演奏的。为什么说演奏呢？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它不是起一个伴奏的作用，就是它的音乐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一般歌剧的舞台它会有2层，就是你这里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台下是有点昏暗的。然后他们的谱架上会有灯照着他们的谱子，然后台下会有一个乐池，然后再有台上的一个舞台。好，然后你会看到它的幕布揭开。好，我切换一个，这个其实已经是它的第3幕了。我们看第1幕，这个歌剧最开始的开头。开始。好，我们大概先听，就我们等一下我会完整的带着大家把它听完。但是这个歌剧其实一开场，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音乐的特质。就假如说让你去描绘，你会用什么样的词呢？比如你会说宏伟、辉煌，或者喜庆、快乐，对吧？然后我现在问你这个剧，就是说你觉得它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对吧？就觉得喜剧的举手。觉得是悲剧的剧场。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海报，就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就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喜剧，对吧？然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歌剧的序曲它会起这样一个作用，它会某种程度上你在序曲里面可以听出来，这是一个喜剧还是一个悲剧。比如说我们在听另外一首也是莫扎特的作品。叫做 Don Giovanni， 就是唐乔万尼。然后唐乔万尼是他的意大利语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唐璜，就是 Don Juan， 然后它是 Donjuan， 但是不念 Don Juan， 它是 Don Juan， 就是因为用西班牙语的 J 发 H 的这个音。那我们听一下这个唐璜的序曲啊。你看，大概听这么，你觉得是喜剧还是悲剧？我觉得是悲剧的举手。好吧，你可以看很明显的感到为什么呢？它的音乐是那种小调、悲壮的。为什么呢？因为唐璜这个剧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浪子不回头，然后他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浪子终受罚。
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歌剧的最后一幕是有一个骑士长，就唐璜把那个骑士长杀了，然后那个骑士长他要找唐璜去索命，然后他找唐璜索命的时候呢，他说你杀了我，然后他还抢了他的那个女儿，然后去怎么，就是很风流的一个人。说你杀了我，然后抢了我的女儿，你认不认错？你愿不愿意改错？如果你认错改错的话，我就不拉你下地狱。然后那个唐璜是什么？他就是死也不改，就然后最后被那个骑士长拖进地狱。所以他会折射出某一种有一些，你虽然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固执，但是也有一点那种浪漫主义的那个情节在里面。好，我们刚刚听了2首这个序曲啊，我们稍微再回味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讲一讲。我看一下这个。好，比如说我们再听回来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唐璜的这个曲子。好，然后我再给大家播放第3首曲子，然后你们可以猜一下第3首曲子是谁写的。好，有没有知道第3首曲子是谁写的？或者你觉得是谁写的？好，觉得贝多芬写的举手，觉得莫扎特写的举手。好，对，稍微各位听过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他的第3交响曲英雄。但是你这样对比听，你会发现他那个英雄交响曲的开头很像唐璜和那个费加罗的婚礼。我们再听一下，比如说这是唐璜的开头。对吧？那种音响的效果，其实你会发现是有点像的，因为贝多芬他就大量的学习了莫扎特的很多乐谱，然后你会发现贝多芬的一些交响曲上的性格，其实会有一部分莫扎特的痕迹。同时，包括我们下一讲会讲的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它也会有一些莫扎特的痕迹。比如说在我们下一讲要讲的暴风雨奏鸣曲，它第3乐章，它就很直接的你很明显你感觉到它是对莫扎特一个，我不太记得是歌剧的曲子还是一个管弦乐曲子某一个乐章的引用，以及包括你去听贝多芬最有名的月光奏鸣曲哒滴哒哒滴哒，那个3连音的节奏型就会在唐璜的乐谱里面出现啊，所以这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好，那么我们会跟着这个图表一起听一下它的这个莫扎特的序曲。那如果各位你熟悉我们之前讲过的奏鸣曲式的话，你会大概会对第1主题过渡段、第2主题结束段等等这些名词比较熟悉。这里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第1主题、第2主题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指的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就是启蒙运动时期它非常讲究法和秩序嘛。那么各位你就要想，一个国家它有这种宪法或者民法、民法典等等这样子的法律，那音乐里面有没有法呢？或者大家会觉得音乐好像是一个离法很远的事情，音乐就应该浪漫、感性、天马行空，好像你突然喝的大醉或者失恋了，就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对吧？那你会发现很多失恋或者喝得很醉，他可能是一个是失忆的酒鬼，好像并不是成功的作曲家。就是写这个音乐，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法则的。当时在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做 sonata allegro form， 叫做奏鸣曲快板曲式。你会在奏鸣曲包括非常多的交响曲的第1乐章听到这个曲式。然后它这个曲式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有一个 introduction，也可以没有，它是 option 的，可有可无。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听的序曲里面就没有，然后它会有一个第一主题，然后一个连接段，然后第二主题，然后一个结束段，然后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 exposition， 就是陈示部，这一部分会重复一次，然后再到它的 development， 就是发展部，然后发展部你可以看到红色、绿色还有黑色这些线条，它会把之前陈示部的这些素材全部放在一起进行扩大、缩小、镜像、位移、转调、模镜等等的方法去做一些作曲上的魔术啊，让它变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再进入到结束段第一主题，然后 episode 的一个插曲，其实也是和这个 bridge 差不多了，只不过之前的这个 bridge 你要转调，你要从主调转到属调，比如说你是一首 C 大调的曲子的话，第二主题是在 G 调上，如果你是在 D 调的曲子里面，第二主题是在A 调，然后你如果是一个 C 小调的曲子的话，第二主题会在一个降一大调，所以说它有这样子的规定和关系。然后第一主题，然后 episode 就是也是起一个转折的作用，这个就不转调了，就乐曲都在原先的这个调上，然后结束段，最后会 coda，coda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尾段或者尾奏，它会把之前的这些素材整合到一起，然后有一种升华情绪的感觉。那我个人会觉得说，不一定说每一首奏鸣曲，各位你去音乐会听都要抱着这个曲式，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听一些奏鸣曲，根据这个脉络去过的话，你对音乐的感知力会提高，你会知道它的句子、段落、调性变化，以及说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这个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到了后期，我们听肖邦啊、李斯特啊，他会经常的用到类似这样子的结构。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不流行写奏鸣曲了，但比如说肖邦的一些叙事曲，你会听到类似第一主题转折段、第二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式或者叫做格式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带着这个框架去听莫扎特的这一首序曲，同时你会发现，这里我们试着套用一下刚刚的段落，你会发现第一主题过渡段，第二主题结束段，然后它的发展部呢，它没有发展部，它这里是一个几个小节的一个重新过渡的段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是一个修改过的奏鸣曲，是为了让它一气呵成，而且它的这里也不会重复。好，然后我们听的话，我们放一个伯恩斯坦演奏的这个序曲的版本。莫扎特的这个序曲，因为它特别的有名，所以现在也经常被拿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其实这样子的现象还是挺常见的，包括像瓦格纳的很多序曲，像尼伯龙根的指环啊、漂泊的荷兰人啊，或者特里斯坦伊索尔德这些曲子，它的序曲可能你会在音乐会上看到拿出来演奏，以及包括我们说交响曲。其实交响曲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开始就是由歌剧的序曲独立出来的。大家觉得说，每次演歌剧之前那个宏伟的、一锤定音的，有一点揭示整体音乐剧的那个走向、剧情等等这样子一个器乐形式的，题材特别好，然后慢慢把它扩充，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交响曲。好，然后这个我们一起听一下。好，第一主题，你好像有风在吹一样，号角、鼓声，非常整齐的弦乐团、木管。我们其实已经到了第二主题了，刚刚已经是过渡段了。起伏感，忐忑的，有一点点，有一些小小的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感觉。
重新过渡的段落，过渡到哪里呢？听到了什么熟悉的第一主题？现在是过渡段，层层递进的感觉。第二主题。比较激烈的感觉。这个结束段比较典雅的、优雅的，最后听一下它的扣打。好，这里开始。越来越激烈，情绪越来越浓，有一些第一主题的碎片。好像那个方阵行进的感觉。好，非常稳定的。好，然后这一首我们就序曲我们就听完了，然后其实你这么去听的话，你可以听出它的段落和句子以及每一段不同的感觉，不然可能会怎么？你可能会感觉到好像一首曲子只有一个旋律一样。同时，我们再稍微的听一下它的第二主题，其实我写的可能会说起伏、忐忑、疑虑，你中间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点点危险的感觉。我再找这一段给大家。不太规则的重音，然后往后这一段，嘣嘣嘣嘣，就是假如说各位你去看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一般可能出现这种音乐就是什么呢？好像那个特工要过那个很多陷阱的一个地方的，他可能会放类似这样的一个音乐。然后你其实从这里也可以听到它的剧情，它是有一点点危机四伏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说各位，如果我们等下去听他的这个歌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婚礼就是有一些人他想要捣乱或者破坏这个婚礼，然后是谁呢？可能就是里面的一些贵族老爷啊或者什么的这样，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或者一个背景在。好，然后这里我们稍微听一下这个序曲的尾巴，就是扣打，然后往后稍微听一部分。它开头的部分是怎么样？然后同时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宣叙调和咏叹调。好，你再往后走一点。然后这里推过来，切换到第一幕的演出。这个主角就是费加罗。
他还在数数。然后他的这个未婚妻就苏珊娜走进来，对话，女高音和男高音。他这个字幕偶尔会消失不见，但是大家知道大概的意思就。然后我们听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管弦乐队也很活跃，它那个音乐也是声音会比较大，然后参与度比较高的。号角的声音。好，这一段结束，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一段。Io guardo se quel letto che ci destina il conte fa la buona figura in questo loco. In questa stanza? Certo, a noi la cede generoso il padellone. Io permette lo dono. 今天看这个，你还是觉得就是很滑稽，或者说很俏皮的感觉。Ragionelo qui. Perché non puoi fare che passi un po' qui? Perché non posso? Sei tu mio servando? Sì, ma non capisco perché tanto ti spiaccia la più comoda stanza del palazzo. Perché io sono Susanna e tu sei pazzo. Oh, grazie, non tanti elogi. Guarda un poco se potresti star meglio in altro loco. 好，我们大概听到这里，然后你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段的音乐形态和上一段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你觉得这一段他们是更多的是在唱歌还是在讲话？因为在讲话，然后上一段是不是在唱歌？然后你听这一段呢，你会发现管弦乐的那个参与度高吗？就是不高。然后你可以听那一个乐器叫什么？叫做大键琴，就是 harpsichord， 或者我们上一讲讲的巴赫写平均律的那个键盘乐器。它而且这个乐器它什么？它就点一下，好像画一个逗号或者画一个句号的。你可以听一下这个乐器。这段音乐起来了，音乐形态变了。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听一下这个。Perché tanto ti spiaccia la più comoda stanza del palazzo. Perché io sono Susanna e tu sei pazzo. Oh, grazie, non tanti elogi. Guarda un poco se potresti star meglio in altro loco. 好，我们再往前听一下，听一下。E la ragione. Ragionelo qui. Perché non puoi fare che passi un po' qui? 大，就是它的那个乐器会点一下，就好像那种逗号或者怎么样。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歌剧里面讲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就是叫做宣叙调和咏叹调。大家觉得哪一个是咏叹调？这就前面我们听的第一个，对吧？像是在唱歌的，二重唱的比较热闹的，情绪比较丰富，然后管弦乐队参与度高的。同时你仔细看的话，你还会发现，比如说在这个
在这个咏叹调的时候，你觉得情节是在往后推动的，还是情节好像某种程度静止了？就觉得静止的举手，觉得在动的，觉得静止的举手。好，觉得现在也有剧情在推动的。好，一半一半。就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咏叹调有点像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或者印度的一些那种歌舞片，就演着演着到一半，咔停住。比如说他两个人去到一个客厅或者一个酒吧，然后开始跳舞，其实这个咏叹调和那个很像。在这个时候，某种程度来讲，剧情是有一点点停滞的，然后让他们演他的那个情绪，它更多是情绪化的唱词和那个内容，但是后面的这个可能更多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台词，然后这种像是说话一样没有太多伴奏的，我们会把它叫做 recitative， 然后 recitative 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recite 或者 reciting， 它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那个吟诵或者朗诵的意思，或者说像那些牧师啊，在布道的时候讲，甚至包括可能他们以前念一些咒语的，他就说他在 reciting， 对吧？就是在怎么说呢，在吟诵那个咒语或者等等这些。然后 aria 是什么呢 ？aria 就是这个咏叹调，就是说，其实它的拉丁词根是什么？就是那个 air， 就是空气和氛围的意思。咏叹调就是一种当下的那个氛围。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在一些器乐上面也会有那个 recitative 或者 aria，我们稍微示范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钢琴的曲子，你听到这些段落就是。这样子的，有没有感觉就是那种咏叹的，是吧？那种旋律性很强的。但是假如说你听到一些，可能有一些音乐的作品里面会出现类似这样子的段落，这种是什么呢？就是宣叙调，然后上一种就是咏叹调。那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区别在什么？就是宣叙调你听上去它是有点像说话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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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它的音乐不会跨度很大，比如说像这个，对吧？这个哒哒，你一听就是知道它是一个6度的跳进，在音乐上它就会怎么说呢？比较跳跃一点，你会感觉那种咏叹的感觉，但是可能类似，它离得比较近的，就是类似这些，就是有一种说话呀或者咏叹的感觉。然后你看他们唱的时候也会这样，然后宣叙调的话，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它是节奏都是比较松散的，也甚至有可能是他唱的时候他自己有一点点随性的去唱，都是可以的。好，那么这个差不多是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区别。然后宣叙调的段落，咏叹调的段落也不是说剧情完全的停滞，但是你会感觉它比较的停滞，更多的是抒发他这个角色内心的想法啊，而不是说我之后要做什么，然后他怎么，只是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活动的刻画。好，那么这个我们差不多已经开了一个头，然后我再跟大家。我们现在就听一下这个剧里面比较有名的几首咏叹调。一般来讲，你去听歌剧里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专辑，说某某歌剧选段，基本上里面都是序曲、宣叙调，可能还有一些叫做什么，叫做间奏曲，就是 interlude， 就是一幕和另一幕之间的那个曲子。好，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看一下找一下它所在的地方。然后这个视频是第1幕和第2幕。好，这一段我们稍微看一下吧。这一段会有一个2个人的角色。
这个大概意思是什么？你会看到里面就有一个人想要给这个婚礼捣乱，就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女人，就她想要嫁给费加罗，然后她甚至干嘛呢？她之前借了费加罗一笔钱，然后按照费加罗就是也头脑不清醒，签了字说我还不了钱的话，我就娶你为妻。然后他看得很重，他拿着那张纸说，我一定要让他就是还不起钱，然后娶我。然后右边呢，这个呢是一个医生，而且同时呢，他是他的一个老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你会看到他当时写的那种剧情，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Beh, io tutto farò senza riserve, come palesate. Avrei pur gusto di dar per moglie la mia serva antica, a chi mi fece un dir l'amica. 然后他为什么夺爱之情？往前看一下，他为什么夺爱之情呢？这个剧情大概是他又对那个苏珊娜有一点感情，所以说这两个人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你看他后面说复仇的话，你听一下对那个莫扎特的那个伴奏技法，他不是那种说真的像唐璜一样那种小调审判、严肃宗教的感觉，他是有一点点滑稽的说复仇的感觉。是有一点喜感的那种。音乐是大调的，然后。利用音乐的部位和重音，然后和他的那个演唱通过那种感觉。这里有一种唱那个 rap 的感觉。所以这一段你会发现它的文本和音乐会把这个人物刻画的非常的生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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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快速的这种声音。塞维尔，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塞尔维亚理发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歌剧，然后是罗西尼写的。然后其实塞尔维亚的理发师是这一个的前传，它是一个3部曲。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可能里面的理发师好像指的就是那个费加罗，还是和他有一定关系的一个人。就大家可以把这些联系，它是剧情上有一些联系的。看他那个表情是比较的滑稽的感觉。好，开始下一段。Mi resta la
所以类似这个剧，你会发现其实都显示了当时的欧洲，它有一个怎么说呢，处在这种变化当中，然后启蒙运动时代，然后就是很怎么说呢，他会比较多的琢磨，比较多的去刻画这些普通人或者当时的这种中产阶级。好，然后我们再往后听一下这个。好，这个也是这首剧一个很有名的咏叹调。好，这个大概是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凯诺比鲁是这个应该是个伯爵的一个男仆吧，然后他跟苏珊娜和费加罗关系也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贵族老爷就是这个伯爵就是要送他去当兵，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要把他送走，然后那个费加罗就送别他说你要去当兵，你不要这样吊儿郎当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唱了一个咏叹调，我们听一下。La Susanna abbracciate, in affetto il collo. Ehi, capitano, fammi pure la mano. Devo parlarti prima che tu parta. Addio, piccolo cherubino.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剧情是在推动的，对吧？哎呀，你要去当兵了，然后当兵之前我给你唱一段吧。对吧？然后后面就是比较情绪化的内容。节奏感很强，有一种进行曲风。Narcisetto adolfino d'amore non più avrai questi bei pennacchi 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ante quella chioma d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e non più avra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brillante, non dovrai far pallone amoroso, non torno girando, qu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e, qu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e. 号角的声音，军乐队的声音。Dopo in spalla, al fianco, collo dritto, un sof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un color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barca nel fango per montagne e per valloni con le nevi sul leoni un 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e di cannoni e le palli cotticoni all'orecchio partizioni non ti avrai quel pennacchio non ti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ti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ti avrai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ti avrai per pallone adoro notte giorno di giorno girando qu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e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e e f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e e f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e alla gloria militare alla gloria militare
然后你刚刚还可以听到像小号吹一些军队里面信号的段落。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换那个舞台的布景了。好，所以说这一段你会感觉到它是喜剧色彩很浓的一段，而且据说当时在这个歌剧首演的时候，这个男高音你会看看它里面有个换景的这个动作嘛，然后当时观众就是掌声雷动。然后那个男高音下台以后就抱住莫扎特，然后莫扎特就说：“哥们，你唱的太好了。”然后那个就说：“莫扎特先生，是你写的太好了。”就是有一点互相吹捧的感觉。这个就是他的首演就比较成功。然后我们往后听，在后面就会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咏叹调。这个咏叹调不仅有名，而且也很经典。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知道，假如说高考是考这个艺术专业，去考艺考的话，可能一些学生他可能弹钢琴，但是可能他也可以考一部分的声乐术科。然后比如说女生考声乐术科的时候，有一个很标准的曲子，就是这首曲子，就是你们可知道，就是你能唱这首曲子，就说明你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声乐演唱的能力。然后这个你看刚刚是刚刚那一段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费加罗告别那个凯洛比努，现在是凯洛比努告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庄园里面的这些女性吧。然后当时的这个刻画是凯洛比努大概是多大年纪呢？差不多是14岁左右，今天初中生的年纪。然后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情窦初开，然后看到那种女生就很害羞的那种状态。然后他这个要唱他心里可能对于这个爱情的这些感觉。然后你可以看莫扎特会写什么样的音乐去刻画。那么这个曲子你会发现莫扎特展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旋律创作的才能，他好像抖包袱一样，不断的给你不太一样的旋律，但是他写的又很流畅，你切换到一个新的旋律你不会觉得很陌生。然后他会连续的写了4个不同的旋律，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4个还是5个，我们可以听一听。然后这4个因为我们知道，像刚刚听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的，你每隔一段要重复，但它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复，就是用不断出现的新旋律表现他内心的那种说很忐忑不安，然后胡思乱想的感觉。这很明显就是宣叙调，然后刚刚那个穿红衣服的就是伯爵夫人。开始了，我们注意捕捉它的旋律。好，第一个旋律。第二个旋律和前面旋律不一样了，前面8个小节，现在开始新的8个小节。第3个旋律了，全身冰凉的感觉。好，这个是冰冷的感觉。好，第4个旋律，你现在还没有听到重复的旋律，不断的给出新的旋律形态。
个新的旋律。然后张力越来越大，他的那个气息越来越紧张，歌词也说他心情越来越复杂，然后到了张力最大的时候，然后这个是哪个旋律？就最开始的那个旋律。好，然后这一段我们就听完，就是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段。然后我们再听，我们再直接听这一段吧，就这一段可能会更有名，叫做《西风颂》。然后我会带着大家听一听，但是其实非常有可能大家之前就听过这一段音乐了，但是有可能你并不知道这一段音乐是费加罗的婚礼里面的。然后你可以回忆一下，可能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西风颂》，然后这个《西风颂》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剧情就是演，最后那个伯爵夫人想考验一下那个伯爵对他是不是真心，就想让那个苏珊娜代笔写一封信，然后他们互换服装去测试这个伯爵和费加罗这个男人的忠诚度。就你看他当时就会写类似这样子的剧情，然后这个是他们在写这个信的时候，然后开始一段这个咏叹调。这一段旋律调他就在策划这个事件。二重唱，在开始的段里会发现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舞曲的感觉，1 2 3 2 2 3 3 2 3 4 2 3。之后会怎么写这个二重唱？你听这个时候的两个线条，它是重合在一起的。这个时候一下子重叠在一起，一下子又是一个人唱，另一个人不唱。
线条之间那种互动。最后合唱一句。好，然后这一段就结束了。就是各位会感觉就是，可能我就很难描述，我很难用语言跟你讲这个音乐里面的美感是什么。可能我只能告诉你，前面它是一个对话式的，就是女高音和那个女中音，就是 mezzo soprano 和 soprano， 就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到了某个时刻它会叠加在一起，然后到了后面又是有点若即若离的，一下叠在一起，不叠在一起。然后如果大家能感受到这种美感，你就能感受到，你觉得哇好美啊，这种线条交织在一起那种水乳交融，或者两个线条此起彼伏。但是假如说你暂时感受不到，可能我也很难去说，就是说这种美感，就是因为其实艺术它就是这样，就是说你感受到了，它那个就是很美，就是我们有句话叫做语言结束的地方，音乐就开始了，对吧？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个很费劲的事情，就是用语言去解释音乐里面的美感，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我是可以怎么说呢，就启迪大家去感受这个美感，可能之前你不太会注意到，但是你听一听可能会发现它里面有这个美感。比如说，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人可能你都听过这一段音乐，但是可能之前你听的时候，重点并没有在感受这个音乐上。比如说它在哪里出现过，它在这个电影里面出现过。就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看过的举手一下，对，还是挺多看过的。但你有关心它里面放的是哪个曲子吗？我们听一下它放的是哪个曲子。你听出来是哪首曲子吗？这不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首？对。And did you hear that? 开启这个广播，要把那个黑胶的声音从房间广播出去。我把所有的频道打开。把这个镜头停在这里，然后到这个点，你会不会觉得那个导演就很会选那个音乐，对吧？就是我们稍微讲一下他的这个，他为什么就你发现这些犯人他都是什么性别？都是男性，然后他们在这个监狱中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对，一个是自由，然后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可能是爱吧，就是爱与自由，对吧？你看这些。即便不是单身汉，你可能都变成单身汉了，对吧？就是那种，就是一个缺爱又缺失自由。然后你会发现他放的这种曲子，就是充满了那种爱和自由的声音，对吧？他讲的是那个西风颂，讲的是那个森林树林里面的事情，然后又是两个这种女高音在那种对唱或者二重唱，对吧？然后你会发现这批人他其实感受到了那个美感，对吧？然后说很多的这些内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导演还是挺会选这个曲子的，他就选到了费加罗的婚礼里面的可能这一首。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他的一句台词吧，也引出了之后要说的内容。I have no idea to this day what those two Italian ladies were singing about. 好，这一句的台词他没有给字幕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监狱里这个安迪的那个狱友，他说他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两个 Italian lady what they are singing about，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两个唱的是什么内容，但是他在里面感觉到了这种爱和自由啊，感觉是天堂传过来的声音。然后到这里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有一点奇怪的事情？就是莫扎特，我们刚说他是哪里人？奥地利。对，奥地利。或者你说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或者德意志文化圈，或者说德意志地区都没有问题。那他写的这个歌剧是什么语言？对，他其实是意大利语。然后你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个德国人写的歌剧，为什么要写意大利语？那是美。好，是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歌剧最开始它就是从意大利出来的，就是我们如果追溯的话，讲到巴洛克时期的这个歌剧，比如说我们说第一出歌剧是蒙特维尔第的这个奥菲欧，然后它是从意大利出来的。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个，而且你会发现西方的这个歌剧啊，我们现在觉得它是一个很强有力的传统。但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第一出歌剧出现的年代就是比较晚，差不多是在明朝的末年。但是你想中国的话，中国我们今天能比较明确说有这个歌唱和演出同时的是什么时候呢？是南宋的时候，然后慢慢元代也有，我们把它叫做宋元南戏，然后宋元南戏慢慢到了明朝变成了什么呢？慢慢变成了昆曲。对吧？然后我们说那个汤显祖大概1580几年，大概和莎士比亚同时期，那时候昆曲《牡丹亭》都已经很繁荣了，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西方的歌剧都还没有出现，差不多是到了1600年左右。当然，最早的一个歌剧其实还比这个稍微要早一点，就1589年，但是那个歌剧失传了，它也没有这一出歌剧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一般会把这一个叫做第一出歌剧，甚至它和日本的那个卡布奇就是歌舞伎相同，但是你看日本的那个戏剧也很早，比如说它最开始那种能戏，就戴面具的那种，就哟那种，就是更早，对吧？跟它的祭祀有关。那当时歌剧为什么出现呢？其实跟一个我们熟悉的人有关系，叫做伽利略。然后这个人叫做文森佐·伽利莱。然后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伽利略叫什么？叫伽利略·伽利莱，叫 Galileo Galilei。然后他就是意大利语，然后这个是他的父亲，然后他也是当时的一个文人，他们就当时相信古希腊戏剧的力量，是因为他每一行歌词都是唱出来的。然后你如果了解古希腊的戏剧的话，你就知道它是西方非常有力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尼采写的《悲剧的诞生》，它里面说的悲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古希腊的这个悲剧。所以说到这个时期，慢慢的歌剧往后发展，出现了两种题材，一个叫做正歌剧，一个叫喜歌剧。那你其实发现正歌剧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悲剧，就它结尾就是有一点悲剧的，就是古希腊人或者当时的欧洲人同样也觉得，就是各位你会发现说喜剧虽然说比较有意思、比较开心，但其实悲剧会更有力量。你会发现莎士比亚他有名的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悲剧，对吧？或者《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我们中国讲的四大名著，比如说《红楼梦》，对吧？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然后《西游记》，你费尽千辛万苦，然后取到的是无字真经，然后那个《水浒传》，你最后梁山伯起义，最后就是东倒西散的那种感觉，就是。对吧？你会发现好像这个都跟这个，包括《三国演义》也是，就是曹操、刘备、孙权，就是争了那么多年，最后让司马懿给统一天下了。就你会觉得
这种我们会把它叫什么？就是像类似西方的这种正歌剧的传统。然后这一出的话，它就是喜歌剧。那像莫扎特写的比如说正歌剧比较这一类的，就是比如说《唐乔万尼》，对吧？它那种结尾就是比较有力量的那种吧。那为什么当时的这些歌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你会看到很多这些都是意大利语，对吧？费加罗的婚礼、唐乔万尼，然后女人皆如此。但是其实你会看它也有一些德语的歌剧，比如说这个很明显一看可能就是德语，包括这个魔笛。那当时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人会觉得用德语写歌剧，就是会有一点粗鄙。因为德语是有一点，它是属于欧洲那个日耳曼地区的，它是会有一种方言的感觉。你想德语是什么时候？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才让圣经说德语。然后到了和莫扎特差不多同一时期，就是歌德开始用德语写诗、写浮士德，他才慢慢有一些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临界点。然后当时的人就对这个看法不一，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那我们就应该用德语写歌剧，然后就是一种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那也有一些比较老派的人就觉得说，还是要用意大利语写歌剧好听一些吧。你那个德语对吧？比如说这个 Die Zauge Flohen 对吧？那种好像你在很用力的讲话一样。但是你会发现莫扎特开始，他就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那个德语歌剧。然后到了莫扎特之后，比如说像写魔弹射手的韦伯，还有写那个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瓦格纳，那已经全部都是用德语歌剧了。然后德语歌剧就是莫扎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以及包括我们讲到歌剧的话，莫扎特在整个18世纪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会感觉到有一点他是古典主义唯一一个集大成写了很多歌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作曲家。因为你往前去算的话，可能要讲到亨德尔或者法国的吕利等等，才是这种歌剧的大家。好，然后我们最后听一段，就是莫扎特写的德语歌剧，然后这个歌剧也是非常的有力量，你可以听见莫扎特就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同时这个曲子的难度也很高，就是魔笛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然后听完这一段的话，差不多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微信上的社群，然后最后我会放我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我的二维码。